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50分钟的综合练习课。来到垫子的中间坐下来，双手向后走20公分，落在臀部的两边，指肚抓地。我们今天的热身来到鞋带式的腿位，将右腿屈膝挂在左大腿上，然后将双脚向后拉到臀部的两边，尽量让右侧的臀部坐下来，让双腿的外侧去感到伸展，让脚面落下来。吸气，慢慢的手臂向上打开，我们先来伸展一次侧腰。吐气时屈手臂落下来。 Namaste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阴瑜伽练习。好，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体式，鞋带式侧弯。吸气，伸展手臂向上，吐气将右手臂落下来，左手指尖去带动左侧腰，不断的去伸展，去拉长，停留在这里，保持5个呼吸，尽量让每一次呼的时候，让右手肘更多的往下落。吸气，脊柱立直，手臂举高，左手推住右腿，右手在臀后抓地，慢慢随吐气，让胸腔向右后方扭转，保持5个呼吸。坐高坐直了，始终保持。好，吸气，将头回正。我们来到今天的第3个开肩。吸气，打开手臂，吐气时左臂内旋，手掌心落到后侧的背上面，右手臂再慢慢的内旋，弯曲手肘，尽量尝试手臂在体后捆绑。如果绑不上的同学，可以提前准备一个毛巾。来，借助辅具，将我们的双肩慢慢去做到打开，在这里停留5个呼吸，始终保持脊柱的立直。好，慢慢吐气，我们向前向下，将躯干去做到前屈。每一次吐气的时候，尝试躯干往下压低，去更多的感受整个臀腿外侧的拉伸感。依然停留5个呼吸。慢慢随吸气，将胸腔向上立直，肩膀比较紧的同学，可能双手之间的距离会比较远一点，但是随着不断的练习，慢慢双手就可以扣住了。那很多同学都是左右两侧，有的会抓得多一点，有的会抓得少一点，那就存在脊柱侧弯的问题。好，慢慢的解开手臂，我们退出体式，放松一下手，绕动一下双肩，将双手再次来到臀后，指肚抓地，慢慢去将右腿向旁侧打直，
将左脚往回收一点，去感受右腿内侧的伸展。我们来到蝴蝶式侧弯，吸气，手臂向上举高，吐气的时候弯曲右手肘，尽量可以的话慢慢去让手肘往下落得更多。我们来到开髋的位置，以便很好的进入下一个体式。可以的话，去尝试让上方手去抓向自己的右脚脚趾头，去感受整个左侧腰伸展得更深入，保持在这儿停留。这个体式可以很好的去伸展我们侧腰，以及伸展我们大腿内侧的两条经络，脾经和我们的肝经。持续保持呼吸的停留，放松整个身体，慢慢一点点的往下去做到深入。吸气，慢慢的将躯干向上立直，放松。双手来到臀后，我们双腿交叉换方向，尤其是上方臀腿的外侧会感受到拉伸感更强烈。吸气，举起手臂，我们先来做侧弯，吐气将左手臂落下来，放松下方肩膀，头部耸肩，慢慢随吐气的时候去将左手肘一点点的往下落，将整个右侧腰不断的伸展拉长。吸气，慢慢将脊柱立直，手臂举高，吐气我们来到扭转，左手在臀后抓地，右手去推膝盖，慢慢随吐气将胸腔往左后方扭转，停留5个呼吸，不断的去看向自己左肩膀头的延长线。吸气，将躯干回正，手臂举高，吐气时我们来到开肩，弯曲右手臂，再弯曲左手臂，两个大臂都去做到内旋，去让两个手臂在体后更多的抓向彼此，保持在这儿停留。那这个开肩的体式牛面式，在我们哈达初学者瑜伽里的话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体式。好，慢慢的向前向下，随呼气去做到前屈，随每一个吐气一点一点的往下落。我们在往下落的时候，会更多的去感受上方臀腿外侧的强烈的拉伸感。这个体式不仅可以很好的去开我们大腿的外侧，还可以开肩。好，吸气，慢慢的将脊柱还原立直，我们停留在这里。尤其对于我们有脊柱侧弯的同学，那两个手互扣的时候，左右会有一点，一个比较容易抓住，一个比较稍微难一点，所以难的那一侧可能就
存在脊柱侧弯，所以我们尽量多去练习比较难抓到的那一侧。保持深长而稳定的呼吸。好，慢慢的解开手臂，退出体式，放松一下手臂，双手再次来到臀后，我们将左腿向旁侧伸直，将右脚往回收一点，来到我们蝴蝶的侧弯，吸气举高手臂，吐气屈左手臂落下来，保持在这个体式当中。右侧臀部翘起来的同学，一定要让右侧的臀肌落下来，慢慢随吐气，让右手往下落得更多。可以的话，手去够着自己脚掌、脚趾头都可以。然后逐渐的将上方肩膀头尽量的向后旋开，别向内去抠肩。去感受整个右侧腰的伸展，以及整个前方伸直腿内侧的伸展。吸气，慢慢的还原，退出体式，将脊柱立直。我们来到今天的第6个体式，束脚式。双膝打开，我们脚底板相对在一起，手抓住自己的脚掌，慢慢将脚往会阴的方向拉一点，手放在膝盖上方，哪髋比较紧的同学，慢慢随吐气，手臂稍微用点力，将膝盖往下落，慢慢吐气，弯曲右手肘，左手臂伸直去按压左膝盖，逐渐的随每一个吐气，让左膝盖往下落得更多。吸气，将躯干回正，吐气时再换边，慢慢将右手臂逐渐的伸直，去推右膝盖，让右膝盖往下去落得更多。吸气，将脊柱回正，双手抱住脚掌，深吸一口气，伸展一次胸腔，双手卡住骨盆。如果喜欢弓腰、腰椎代偿的话，提醒自己要去做骨盆前倾，慢慢弯曲手肘，将胸腔一点点的往前往下落，保持在这里停留。我们先进入到1/3的位置深度，然后适应一下，再逐渐的去深入到第2个深度。慢慢将手肘屈下来，落到垫子上，逐渐的让胸腔更多的往下沉，让脚底板更多的翻上来去指向天空。放松肩膀头，放松整个胸腔，让整个背部脊柱它来到一个自然的弧度，保持整个躯干的延展，再去往下做前屈。慢慢将双手往前伸直，走到最远处，逐渐的让额头往下落，做到最深入的这个位置。
我们有同学做不下去的话，依然选择在额头的下方选择瑜伽砖的不同的高度去作为辅助。停留在这里，保持深长的呼吸就可以。慢慢吸气，抬头，手肘头抓地，将胸腔推起来，我们退出体式。手去托住膝盖的外侧，慢慢将双膝收回到中间，脚踩下来。我们在这里收髋，稍微的缓一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跪姿，来到我们今天的第7个动作，仰卧睡英雄。所以我们在进入的时候觉得比较别扭的话，就把臀部提起来，把小腿肉稍微往外拨一点。慢慢将手肘向后屈下来，或者我们有同学下不去的，在这个位置就保持停留就可以，在后脑勺的位置去放一块瑜伽砖，把头落下来，保持在这儿就可以。那可以的同学，慢慢的将整个身体向后仰卧下来，手去抓住自己的脚踝，将躯干稍微往前一点，调整一下自己舒适的位置，将肋骨往回，提醒自己要收住了，去感受整个大腿前侧的伸展。仰卧睡英雄可以很好的去拉伸我们整个大腿前侧的胃经。慢慢将手臂伸直，曲肘去落到头的后侧，在这个位置停留放松。我们有同学依然下不去，可以将一条腿向前伸直，我们先去做单边的，然后保持一会儿双腿，再换一个方向。当我们做一个体式不能做到它最深度的一个位置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退阶去练习，尽量不要在一个体式里撑不住了来回的挪动。所以要想到练瑜伽的时候，尤其是阴瑜伽这种拉伸课，主动的拉伸去放松身体，没有老师和教练去作为辅助去帮你去深入的话，一定要去退阶去练习。好，慢慢的将手臂解开，落到脚踝上，我们开始退出体式，屈手肘推住垫子。那我们怎么进去怎么退，手推住地板，慢慢的将胸腔推起来。好，退出体式以后稍微放松一下，双手向前落下来。我们来到今天的第8个体式，青蛙趴。
将双膝打开的间距，尽量使自己感受到腿内侧有伸展感，不要去打得特别深，刚开始就会很疼。然后大腿和小腿在一个90度，脚的内侧落到垫子上，确保自己的臀部跟自己膝关节在一条直线。手推住地板，我们先在这儿保持停留，然后逐渐的话将前臂落地，将手臂落下来，趴在这里，慢慢的让整个髋关节往下去落，前后去稍微的活动一下髋关节都可以，或者静态的保持在这儿也可以。慢慢的去让自己的会阴往下去落得更多。好，慢慢的将手臂向前伸直，可以的话让整个胸腔完全的落下来，将额头落下来。青蛙趴是一个开髋很好的体式，那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健身前都会把它，尤其练臀腿的时候，会把它作为一个髋关节热身的活动。但是把它做到一个特别深入的位置，需要挺长一段的时间，尤其我们到最后，当你的臀部离垫子越来越近的时候，就那5公分、10公分的距离，就是真的是那个角度会越来越疼，越来越难。所以每次都下1公分，下1公分，时间长了以后，自然而然没那么痛苦的，轻轻松松的就 get 到这个体式了。好，吸气，慢慢抬头，我们准备去退出体式，手臂向后来到胸腔的两边，手掌跟压实，推地，慢慢伸直手臂，将整个胸腔推起来，一点一点的去将双腿向旁侧去伸直。我们从这儿去进入今天的第9个体式，做脚式。然后将手臂向后走，让臀部慢慢坐下来，手去卡住自己大腿的两侧，去提醒自己让双腿去做到外旋。我们更多的去感受2个大腿内侧完全的伸展。在这儿停留一会儿。好，慢慢手推骨盆向前，略微做点骨盆前倾，将手臂落下来以后，慢慢的我们再来去进入到这个体式。手臂往前走一点儿，把脚放松下来，不勾脚也不绷脚。持续不断的去感受整个腿内侧的伸展。
慢慢身体向前柔软，弯曲手臂落下来，来加深体式的深度。将手臂慢慢地向前伸直，逐渐地进入到更深入的位置，将整个胸腔往前往下落下来。我们有同学如果在这个位置已经能够做到了，但是呢就会觉得很疼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将自己的呼吸变得深长而轻盈，越疼越不去对抗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疼。我们刚进入，再往下深入，逐渐的去伸展，让身体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，就不会有那么难受。吸气抬头，手臂推地，慢慢的退出体式，将胸腔推起来，放松一下。那因为停留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我们退出体式将腿收回来的时候要慢一点。先将骨盆做后倾，双手抱住膝盖，将双腿一点一点的向中间收回，然后弯曲膝盖，我们来收一下髋。好，我们来到跪姿，进入我们今天的第10个动作，龙式。准备重心给到左膝盖，迈右脚向前落到右手的外侧，往前走一点，逐渐的去找骨盆往下沉。右手推右膝盖，将右脚内缘翻起来，我们保持在这里停留。手推膝盖的力尽量的带动整个胸腔向上提，向后弯。去感受后方大腿前侧的伸展，不断的往下落得更多。
慢慢将手臂落回脚踩时，将右手落到腿的外侧。我们慢慢的去进入到今天的第11个动作，全身后一字马。将自己的左腿后侧的左腿一定去垂直了，让左侧的骨盆要往下落。我们先停留在这里，去手抓地的力，先去把胸腔立直，然后我们再去进入到前屈加扭转。胸腔向右侧扭转，双手去合十里的手势。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了一字马，那一字马每一个体式它都会有不同的变体，那推阶去练习，进阶去练习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这个体式的基本功给它练好了，然后才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变体。好，慢慢的我们退出体式，一点点将前方脚勾起来，屈膝向后落回到跪姿，然后我们换方向来做，将左腿向前大大的一步，跨到手的外侧，确保前方膝盖没有超过脚踝的位置。同样，整个右腿要垂直垫子的长边，右手向外转一点，慢慢左手去推同侧的膝盖，然后慢慢去把左脚的内缘翻起来，逐渐的去让整个右大腿根儿慢慢往下去落，下方肩膀头一定向后向远拉住了，下方肩膀头不能非常的重，要非常的轻盈，所以前方左手臂去推住膝盖，那后方的右手臂推地的力，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胸腔更多的向后，向天空的方向去打开，去收缩腰椎，所以肩膀头一定别掉下来，有同学做的就掉下来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好，慢慢的将手臂落回，将手落到腿的外侧，慢慢将前方腿勾脚向前一点点蹬直，后方脚往后撤一点，慢慢我们进入到一字马，先保持在这里停留。去感受前方腿后侧和后方腿前侧的伸展，尽量让自己的骨盆往下落，慢慢弯曲手臂，向左侧扭转躯干，双手在胸前对推，然后我们来到全神喉的更深入的位置。
在这个时候保持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保持在这个位置，大家尽量要放松呼吸。扭转体式本来呼吸就会短浅，又加上我们前后腿比较疼，所以大家就会紧张，憋着胸腔，所以要放松。好，慢慢的退出体式，将右腿向前一步收回，我们坐下来，慢慢的放松一下，勾脚绷脚。好，弯曲双膝，我们慢慢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12个体式，仰卧腿扭转。躺下来以后，将双腿向前伸直线，腰曲来到自然的弧度就可以。抬起右腿，勾脚，让左手指头去抓向右大脚趾头，用左手的食指、中指和大拇指慢慢弯曲点左手肘，让脚更多的去找向自己鼻尖的方向，去感受整个右腿后侧的拉伸感。所以一定要勾起脚，脚跟往天空的方向去蹬。慢慢左手去抱住脚的外侧，右手向旁侧伸直到与肩膀同高。吐气的时候，转头看向右手指尖，左手压住右脚，让自己的右腿往左侧去倒，尽量保持自己的右臀要压实，别翻起来。我们只去感受右腿外侧以及臀外侧的伸展，这个时候已经很强烈了。我们很多同学都会把臀部翘起来，所以臀部不要翘起来，一定要压住垫子，时刻要提醒自己别翻起来。好，慢慢的将头回正，我们退出体式，弯曲膝盖，将腿向前落下来，放松一下。我们换边再去做另外一侧，抬高左腿，勾脚，反侧的手，右手去抓向大脚趾头，慢慢的去感受整个左腿后侧的拉伸感，逐渐的弯曲手肘，让脚趾头往下落，去找向鼻尖方向更多，去感受整个大腿后侧更深入的拉伸。
慢慢右手去抱住脚的外侧，左手臂向旁侧伸直，掌心向下，慢慢吐气，转头看左侧，让左脚稍微往右侧去倒一点，然后逐渐的再去深入，不要将手臂用力的去掰腿和脚往右侧去倒，始终保持自己左侧的臀部要落下来，别翘起来。持续的去感受自己左侧大腿外侧以及臀外侧的拉伸，这个拉伸感会非常的强烈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我们大腿外侧是我们的胆经，所以我们在瑜伽里其实伸展大腿外侧的体式比较少一些，像我们坐下来的方鸽式呀，仰卧下来的直腿的扭转呀，都是可以很好的去伸展我们整个大腿外侧。好，慢慢的收回，我们把腿落下来，放松一下。进入我们今天的第13个体式。我们今天的第13个体式叫蜗牛式。好，调整好自己的腿，然后手推地，慢慢将整个双腿离地，手去推住自己的中下背，手肘往中间收，让脚绷住了双腿，绷住了以后，慢慢的去落到头顶心的最远处。可以的话，解开手臂，双手交扣，向前侧落到垫子上来。在阿汤里的话，我们这个体式叫离式，所以其实都是一个体式，只是叫法不一样。那我们在阴瑜伽里把它叫做蜗牛式。那之前我们有练过手臂去推住自己的腰，那我们今天进阶去完成将手臂落下来。所以这个体式非常考验我们整个颈椎的位置，是要非常有力的，完全靠我们整个肩的力量去把整个胸腔立直，让臀部去来到整个肩部的正上方。将手臂去再次推住腰，弯曲双膝，然后我们慢慢一点点的卷着整个脊柱，手臂压地，去靠核心的力量退出体式，将双腿向前，慢慢的双脚落下来。进入我们今天的第14个体式鱼式。手推地，将胸腔拎高，肩膀头离地，让头顶心去点地，保持双脚并拢。我们在这里去反向的放松一下，刚才我们一直在窝着脖子前侧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放松一下。
慢的落下来，我们在浴室里不做太长时间的停留，然后整个身体躺下来。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提示，仰卧束脚式。双腿向上蹬直，脚底板相对，慢慢的膝盖向两边打开，缓缓的落下来，双手落到大腿根上，保持在这里放松。双手慢慢的去推大腿，将双膝慢慢收回，脚踩地，双腿向前蹬直，手臂落下来，我们来到摊尸，放松一下。慢慢弯曲左腿，身体向右侧侧卧过来，手推地，慢慢将自己推起来。我们坐下来，大家今天的综合练习课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希望每一节课你都会有更深的感受，更多的收获。大家下节课再见。